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当爸爸做妈妈》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一、宝宝的逆行挑战，倒着走的启示；二、小小声音魔术师家庭音效工作室；三、宝宝的动物园日记，家中野生动物观察。内膜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宝宝的逆行挑战，倒着走的启示。各位亲爱的听众，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宝宝的逆行挑战，也就是那些可爱的小家伙们尝试倒着走的趣事。这不仅是一个让人会心一笑的话题，更是一个关于学习、探索和大脑发展的深刻启示。首先，让我们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小宝宝，突然发现了一个新技能，倒着走。这个动作对他们来说既新奇又有趣，就像是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们可能会笑嘻嘻的倒退住，一边探索这种新的移动方式，一边享受住家人的惊喜和鼓励。但是，这背后其实隐藏住大脑发展的奥秘。倒着走需要孩子们使用他们的运动技能和空间感知能力，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这不仅是一种身体上的挑战，更是一种认知上的挑战。当宝宝倒着走时，他们必须重新计算和调整他们对于身体位置、平衡和周围环境的感知。这是一种大脑的训练，有助于提高他们的认知灵活性和问题解决能力。现在，让我们加入一点幽默。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成年人也像这些小家伙一样，开始在办公室或者公共场合倒着走，那会是一个怎样的场景？可能会有人认为我们疯了，或者是在参加某种奇怪的健身挑战。但谁知道呢？也许这会成为一种新的团队建设活动，毕竟倒着走能够帮助我们看待问题和挑战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总之，宝宝的逆行挑战不仅仅是一个可爱的阶段，它还提醒我们，学习和探索从来没有年龄限制。无论我们多大，都可以从这些小小的逆行者身上学到。有时候，改变我们的方向，尝试一些新的方法，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和乐趣。所以，下次当你看到一个小宝宝倒着走时，不妨给他们一个鼓励的微笑，因为他们可能正在开发下一个大脑的超能力呢。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小小声音魔术师家庭音效工作室。当然，我很乐意以一种轻松的方式来谈论这个话题。想象一下，你走进一个普通的家庭客厅，看到的不是传统的沙发和电视，而是一堆麦克风、音响、各种乐器，还有一台电脑，上面堆满了音频编辑软件的快捷方式。这就是小小声音魔术师的秘密基地——家庭音效工作室。这位声音魔术师可能是个10岁的小孩，也可能是个退休的老人，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能够用最简单的工具制造出让好莱坞都羡慕的音效。他们的武器可能是厨房里的锅碗瓢盆，或者是卧室里的吉他，甚至是浴室里的淋浴声。有趣的故事有的是。比如有一次，一个小小声音魔术师想要制作一个雷雨的音效，他没有昂贵的设备，只有一张铝箔纸和一盆豆子。他开始摇晃那盆豆子，仿佛下起了豆大的雨滴，然后用铝箔纸模仿雷声。结果他不小心把豆子洒了一地，但这个意外却创造了完美的滚雷声。他的猫在旁边看着这一切，可能在想，这个人类终于疯了。或者是那个想要录制一个恐怖电影背景音的家庭音效师，他在半夜里摸黑走到厨房，开始用叉子刮盘子，用勺子敲打玻璃杯，甚至用手指轻轻拨动水龙头滴水。他的家人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厨房一片狼藉，以为家里发生了鬼魂事件，结果发现只是家里的声音魔术师又在发挥创意了。这些小小声音魔术师们用他们的创造力和对声音的敏感，将日常生活中的物品变成了音效制作的工具。他们不需要昂贵的设备，只需要无限的想象力和一点点对声音的热爱。他们的工作室可能不大，但他们创造的世界却是无限宽广的。在这个数字时代，他们用最原始的方法，让我们的耳朵体验到了最真实的声音魔法。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宝宝的动物园日记，家中野生动物观察。亲爱的日记，今天我决定在家中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探险，一次对家中野生动物的深入观察。是的，你没有听错，尽管这些生物在科学分类上可能属于家畜或宠物，但在我的小眼里，它们无疑是野生动物的化身。首先，我遇到了一只名叫毛毛的大型哺乳动物，它在地毯上的行为模式与非洲草原上的狮子惊人的相似。毛毛懒洋洋地躺在阳光下，偶尔张开巨大的嘴巴打个哈欠，露出它那可怕的獠牙。我小心翼翼地接近，但它只是用那只似乎能把我整个手臂吞下去的爪子轻轻一拍，然后继续它的日光浴。
我得出结论，毛毛是一只懒惰的狮子，它的野性只在它决定攻击那些无辜的玩具时才会显现。接下来，我观察到了一种奇特的鸟类，名叫啾啾。啾啾有着华丽的羽毛和尖锐的叫声，它在家中的领地上空盘旋，不时发出刺耳的鸣叫，好像在宣告它的主权。啾啾对任何接近它15碗的生物都表现出极端的敌意，这让我想起了亚马逊雨林中那些凶猛的鹦鹉。不过，当它累了，啾啾会蜷缩在一个小小的巢穴里，变得异常温顺，仿佛是在为下一次的领空争夺战养精蓄锐。最后，我发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爬行动物，它的名字叫华华。华华的移动速度极慢，它似乎总是在进行一场缓慢的探险，探索家中的每一个角落。它的皮肤光滑而湿润，触感令人惊奇。华华似乎对家中的水源有着特殊的偏好，经常可以在浴室或水槽附近发现它的踪迹。我怀疑华华可能是一只变色龙，它的伪装技术如此高超，以至于我几乎注意不到它在家具上的存在。总之，家中的野生动物园是一个充满惊喜和发现的地方。每一天，这些动物都在以它们独特的方式展示它们的野性，让我这位年轻的动物学家大开眼界。我期待着明天的探险，谁知道家中的野生动物园还会带给我什么样的惊奇呢？敬上，宝宝的动物园日记。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通过幽默轻松的方式，探索了宝宝的逆行挑战、小小声音魔术师和宝宝的动物园日记这3个有趣的话题。这些话题看似轻松有趣，但背后却蕴含着深刻的启示。首先，宝宝的逆行挑战提醒我们，学习和探索并没有年龄限制，无论我们多大，都可以从这些小小的逆行者身上学到。有时候，改变我们的方向，尝试一些新的方法，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和乐趣。其次，小小声音魔术师们用最简单的工具制造出让好莱坞都羡慕的音效，这提醒我们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力量是无穷的。即使在数字时代，用最原始的方法创造出最真实的声音魔法，这是多么令人惊叹啊！最后，宝宝的动物园日记带给我们一种全新的观察家庭中宠物和家畜的方式。他们以野生动物的眼光看待这些生物，并从中发现了无限的惊喜和发现。这提醒我们，只要我们保持好奇心和对生活的敏感，我们就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找到无数的宝藏。所以，亲爱的听众们，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你们有没有发现过宝宝的逆行挑战、小小声音魔术师和宝宝的动物园日记中的这些奇妙的现象？你们有没有自己的故事和观点想要分享？让我们一起进行讨论吧。谢谢大家收看6度穿越系列节目，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纂、设计、制作。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谢谢大家收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节目点赞。